鱼和水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，良好的水质能滋养鱼，让鱼生长得更好。糟糕的水质则会直接威胁到鱼的存活。在养鱼的过程中，无论是从日常养水的角度考虑，还是作为鱼缸水质出问题后的补救措施，换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可是，如果我坦白我在养鱼的过程中，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不换水的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是会收获一些赞同，还是会得到一致反对呢？养孔雀鱼或养其他水生动物时，定期换水是非常重要的。以下是鱼缸需要换水的一些主要原因。鱼缸水质维持。鱼缸中的水会受到鱼类的排泄物、残留食物和其他有机物的影响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水质会逐渐恶化。定期换水可以去除这些废物和污染物，保持水质清新，才能给鱼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。去除有害物质。长时间不换水的鱼缸中，有害物质的数量会不断增多，如氨、亚硝酸盐和硝酸盐。这些物质是鱼类代谢的结果，长时间积累后会对鱼的健康造成危害。定期换水可以稀释和去除这些有害物质，保持水质稳定在正常程度。防止疾病传播。长期不换水的情况下，某些病原体可能会在水中大量滋生和繁殖。通过换水可以减少鱼缸里病原体的数量，降低鱼类感染疾病的风险。通常来说，鱼缸换水要先养水，同时还要把握定时、定量、等温的原则。定时换水，就是根据鱼缸的大小、配置和鱼的数量等因素，固定换水的间隔时间，比如3天换一次、5天换一次或1周换一次。有些朋友喜欢通过观察鱼缸中水和鱼的状态，不定时给鱼缸换水。可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经验的同时，也容易出现误判，有时水清并不等于水没问题。所以，定时换水和不定时换水相比较，无疑是更适合新手玩家使用的换水方法，同时也是一种相对比较科学的换水方法。定量换水。鱼缸每次换约20%至30%的水量，是在非特殊情况下比较常见和比较安全的做法。鱼缸每次的换水量基本上是一种共识，就不多说了。等温换水。不同于日夜温差带来的鱼缸水温变化，如果给鱼缸换水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水温差，对鱼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。因为这种温差几乎是一瞬间产生的，不会给鱼留有逐渐适应的过程。建议大家在给鱼缸换水时，换入到鱼缸里的水要尽量和鱼缸里原有的水温度相同或相近。给鱼缸换水还要注意养水。具体做法是将准备换到鱼缸里的水放置3天以上，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以放在阳光下暴晒，也可以给水间歇性打氧。实际上，上面提到的这些都是给鱼缸换水的常规操作，坚持这样做有益无害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自己在给鱼缸换水的过程中随心所欲，甚至进行一些反常规操作，也没看到鱼出问题。好吧，把鱼养好或养出问题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10次错误的操作也许都没出问题，可是并不代表第11次也不会出问题。错误的换水给鱼造成的伤害也许不会立即表现出来，可是不代表这种伤害不存在，日积月累后的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给鱼缸换水，如果水温差过大，很容易引起孔雀鱼缩鳍，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处理，缩鳍很容易演变成孔雀鱼的真尾病。一旦真尾病大规模爆发，
很容易让全缸的鱼处在危险之中。所以说，在给鱼缸换水的过程中，尽量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非常规操作。先明确一下观点，个人认为，在室内用鱼缸养鱼的情况下，一直不换水，或者说永远不换水，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在近3年养孔雀鱼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尝试只给鱼缸补水、不换水的养鱼方式。本人录制养鱼相关的视频，多是以记录的方式为主。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养鱼失败的例子，细心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，失败大多是有周期性的，大约半年左右。这个半年左右的周期，就是我养鱼不换水的时间周期。聊到这里，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：为什么明知道养鱼不换水不可行，还要坚持呢？原因有2个方面，一方面，不换水养鱼和高密度养鱼是我放不下的2个执着，总想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。比如，我最大的鱼缸是50大小的，在这个鱼缸里养150条左右的孔雀鱼时，在半年不换水的情况下，容易出问题。那么，如果只养100条孔雀鱼时，能不能达到1年不换水也不会出问题的效果呢？另一方面，养孔雀鱼的时间久了，会出现审美疲劳，会变得越来越懒。给自己找一个不好达到的目标，像高密度养鱼或不换水养鱼这类，似乎能有一些自我督促的作用。正是因为我养鱼的过程中不换水，才会体验到不换水带来的危害。可以说，我养孔雀鱼的过程中，大多数失败的经历都和鱼缸长期不换水有关。为了避免给大家带来误导，再次强调，在室内用鱼缸养鱼的情况下，一直不换水是不可取的，也是实现不了的。好了，就到这里吧，感谢观看，欢迎关注，下次再见。